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老宋，事情都办妥了，明天你就不用来厂里了。电话那头，老板钱卫东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亲切和关怀，听起来格外刺耳。宋建业嗯了一声，只说了4个字，便挂了电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3个月前的宏发机械厂还是另一番光景，车间里人声鼎沸，机器的咆哮声谱写着笑意和忙碌的乐章。几十台机床一字排开，穿着蓝色工装的师傅们在其间穿梭，汗水顺着额角滑落，甩在滚烫的地面上，滋啦一声便蒸发了。宋建业正猫着腰，手里拿着游标卡尺，仔细比对着一个刚刚下线的轴承样品。他的眉头紧锁，眼神专注的像是在雕琢一件艺术品。师傅，怎么样？旁边，他的徒弟王小军紧张地问。宋建业没说话，又换了个角度测量了一遍，这才缓缓直起身，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还行。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告诉大家就按这个标准走，千万不能出岔子。好嘞，王小军如释重负，小跑着去传达指令了。这批货是给华泰重工的订单，也是厂里今年的头等大事。华泰是行业巨头，要求苛刻，但利润也高得吓人，能拿下这个单子。钱卫东在全厂大会上把胸脯拍得山响，说是宏发厂转型升级的里程碑。为了这个里程碑，宋建业带着车间的老师傅们连着加了1个多月的班，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他太需要钱了。妻子刘玉梅的老毛病最近越来越严重，医生建议尽快做个手术，费用不是个小数目。女儿小文明年就要高考，正是花钱的时候。她指望着这批订单的奖金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所以她比谁都上心，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盯着。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半个月后，就在第一批货发过去没几天，华泰重工的电话就追了过来。电话是钱卫东在办公室接的，没人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只知道他接完电话后，脸色铁青地冲出办公室，一脚踹翻了走廊里的消防栓箱子，玻璃碎了一地。出事了！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厂里迅速传开。据说那批轴承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磨损，导致华泰的一台精密设备停摆，损失惨重。对方不仅要求全部退货，还要宏发厂承担巨额的违约金和赔偿。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所有人的心里。厂子要完了吗？一时间人心惶惶。钱卫东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名贵的红木办公桌上紫砂茶具还冒着热气，但钱卫东一口都没喝。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宋建业坐在他对面，局促不安地搓着手。建业啊！钱卫东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你来厂里多少年了？20年零3个月了，钱总。宋建业低着头回答。20年了。钱卫东长叹一口气，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宋建业身边，把一只手沉重地按在他的肩膀上。建业，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也是厂里的顶梁柱。厂子现在什么情况？我不瞒你，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宋建业的心沉了下去。华泰那边下了死命令，不仅要赔钱，还要我们必须交出一个责任人，否则就要走法律程序，把事情捅到行业协会去。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钱卫东盯着他，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那意味着我们宏发厂的生产资质会被吊销，
意味着这个厂子几百号兄弟就得关门散伙。宋建业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他当然知道。钱总，事故的原因查出来了吗？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查了。钱卫东的语气变得异常沉痛。问题出在热处理环节，有一批次的钢材因为工人操作失误，恒温时间不够，导致硬度不达标。他顿了顿，看着宋建业，一字一句地说，而那个班次的质检单上签字的人是你。宋建业猛地抬起头，脑子里嗡的一声，他想反驳，他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张单子他都核对过数据，不可能出错，但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流程上他确实是最终负责人。建业，我知道你一向认真，这事可能是下面的人疏忽了，你没检查出来。钱卫东的语气变得温和，充满了理解。但是华泰那边要的是一个交代，我不能把一个普通工人交出去，分量不够，他们不认，只有你技术总工他们才认。宋建业的嘴唇发干，他终于明白了钱卫东找他来的目的。钱总，你的意思是委屈你了？钱卫东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把这个责任担下来，就说是你个人工作疏忽导致的事故。你放心，你为厂子做出牺牲，厂子绝不会亏待你。他伸出3根手指，这个数我用我个人的名义给你补偿，就当是给你嫂子看病的钱。另外，你先回家休息1年半载，等这阵风头过去了，我再风风光光的把你请回来，给你升副厂长。钱卫东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力，每一个字都精准地砸在宋建业的软肋上。妻子的手术费，女儿的学费，未来的副厂长。他看着钱卫东那张真诚的脸，又想到了家里病床上妻子的愁容，想到了女儿懂事的让人心疼的眼神，他的肩膀一点点垮了下去，像一座被抽掉主心骨的山。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字。正式的解聘通知下来得很快，措辞冰冷而官方，将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于宋建业严重失职，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宋建业去财务室领最后一笔工资和那笔所谓的补偿款时，整个办公区的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假装埋头工作，眼神却用余光偷偷瞟着他。财务小李是个刚毕业的姑娘，看着宋建业，眼睛里满是同情和不忍。他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宋工，这是您的。宋建业接过来，捏了捏那厚度，让他心里猛地一沉。他没有当场打开，只是点了点头，转身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20年的地方。回家的路上，他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打开了信封，里面只有1万块钱，连钱卫东承诺的那个数字的零头都不到。宋建业拿着那几张钞票，站在街角，看着车水马龙，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寒冷。那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那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和愚弄。他回到家，妻子刘玉梅正在厨房里给他炖汤，看到他这么早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个信封，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出事了。刘玉梅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脸色有些苍白。宋建业想挤出一个笑容，却发现自己的脸部肌肉已经僵硬。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把头埋进了手里。那天晚上，家里没有开灯，夫妻俩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刘玉梅没有一句责备，只是默默地握住了丈夫粗糙的手。接下来的日子，宋建业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在清理储物柜时，他翻出了一个旧铁盒，里面是他这些年得的各种奖状、证书，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纪念品。在一堆东西的底下，他看到一张泛黄的旧报纸，是很多年前青阳市晚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永立潮头，即我是青年企业家钱卫东。照片上的钱卫东比现在年轻得多，意气风发。报道里大篇幅地赞扬了他的创业史，其中提了一句，说他是从偏远的沙河县走出来的，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宋建业看了一眼，只觉得讽刺，随手就把报纸连同那些没用的奖状一起丢进了准备扔掉的纸箱里。过了几天，以前车间的徒弟王小军偷偷给他打了个电话，师傅，你可千万别信老板的鬼话。王小军的声音压得很低，厂里现在都在传，说老板前阵子在外面赌钱，欠了一屁股债，这次是故意找个由头把你踢走，好省下一大笔钱去填窟窿呢。赌钱？宋建业愣了一下，是啊，都说他把厂子都抵押出去了，这次华泰的赔款正好让他有了破产的借口，你可得当心啊，师傅。挂了电话，宋建业心里五味杂陈，他宁愿相信钱卫东是为了填赌债，也不愿相信自己20年的忠心耿耿，在他眼里连1万块钱都不值。现实的耳光总是来得又快又响，宋建业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妻子的手术迫在眉睫，女儿的未来也需要钱。快50岁的人了，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走投无路。他去了几趟人才市场，那地方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个穿着旧夹克的中年男人，夹在一堆朝气蓬勃的面孔里，显得格格不入。他放下了送工的架子，只要是和机械相关的岗位都去递简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石沉大海。有一次，一个看起来还算客气的招聘主管看了他的简历后，说了一句让他至今都忘不掉的话：宋师傅，我们很佩服您的技术和经验。那个年轻人扶了扶眼镜，但是说句您不爱听的，您这个年纪，我们招进来培养价值不大了。而且简历上写着，您上一家公司是因为重大安全事故被辞退的，这个我们公司有规定，不好办，不好办。3个字像3座大山，压得宋建业喘不过气来。他从人才市场出来，天正下着小雨，他没打伞，任凭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一身引以为傲的技术，在这个时代面前好像变得一文不值。回到家，医院又打来电话，催促尽快安排手术时间。宋建业挂了电话，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这是他戒了快10年的东西。辛辣的烟雾呛得他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阳台的门被轻轻拉开，女儿小文走了过来，她手里端着一杯热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递给了他。爸，少抽点。宋建业看着女儿，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他本该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可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失败者。爸没事。他接过水杯，杯子的温度暖了他的手，也好像暖了一下他的心。爸，别太累了。小文看着他，眼睛里满是超出年龄的懂事和担忧。钱不够，我可以不去上大学的。胡说什么？宋建业猛地提高了声音，随即又放缓了语气。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钱的事有爸在。关上阳台的门，把女儿劝回房间后，宋建业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感觉自己就像是被遗弃在黑暗里的孤魂。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需要回去一趟，不是为了祈求，不是为了理论，只是为了拿回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后和过去做个了断。第二天，宋建业再次踏进了宏发机械厂的大门，他要去签一份离职补充协议，顺便取走他留在办公室储物柜里的一些私人物品。钱卫东的办公室好像重新装修过，比以前更气派了。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墙上挂着一幅马到成功的巨大刺绣。钱卫东正翘着二郎腿，打着电话，满面红光，声音洪亮的和对方聊着什么新项目，不时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看到宋建业进来，他冲电话那头说了句等会再聊，便挂了电话，脸上立刻堆起了无比热情的笑容。哎呀，建业来了，快坐快坐。他起身相迎，那股亲热劲儿，仿佛前几个月的一切都不曾发生。钱总，我来签个字，拿点东西。宋建业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波澜。不急不急。钱卫东给他泡了杯茶，推到他面前。建业啊，最近怎么样？工作找得顺利吗？有难处一定要跟老哥说啊。宋建业看着他，没有说话。钱卫东自顾自地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比上次那个厚实不少。建业，这是最后的一点工资和补贴，你点点。他把信封推了过去，不多，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我知道上次那点钱委屈你了，但那时候厂里资金也紧张，你得理解我。宋建业看都没看那个信封，只是站起身，走到墙角的储物柜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了自己用了10几年的一个军绿色帆布水壶，还有一副磨得发亮的旧手套。这就是他全部的私人物品。他把这2样东西放进一个随身带来的布袋里。钱卫东看着他的动作，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但还是跟了上去，走到他身后，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建业啊，别记恨公司，也别记恨我，人要往前看嘛。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长者的宽慰。以后有任何难处，随时开口，我钱卫东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敞开。宋建业背对着他，拉上了布袋的拉链。整个过程他一句话都没说。他转过身准备离开，在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但没有回头。他的身影在门口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有些佝偻，又有些异样的挺直。他就这样背对着钱卫东，对着空气，用一种极其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淡漠的语气，轻轻地说了4个字。钱卫东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那虚伪的、热情的表情，像是被-50度的寒风吹过，僵在了他的脸上，每一条笑纹都透着惊恐。他手里正端着那把他最心爱的紫砂茶壶，准备再给宋建业续点水。哐当，茶壶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重重地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摔得粉碎。滚烫的茶水溅得到处都是，在他的裤脚上留下深色的水渍。钱卫东仿佛毫无知觉，他死死地盯着宋建业的背影，那背影在他眼里，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他指着门口的方向，嘴唇哆嗦着，像一条离了水的鱼，拼命地张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短短几秒钟，他那张因为养尊处优而显得红润的脸，血色尽退，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额头上瞬间渗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宋建业对他说的4个字是：陈书记好。这4个字像一句最普通的问候，声调平淡，没有任何情绪，但听在钱卫东的耳朵里，却不至于一声炸雷。陈书记？哪个陈书记？整个青阳市姓陈的干部没有100也有80，可钱卫东在一瞬间想到的只有一个人，
那个他所有秘密的源头，他最大的靠山，也是他最深的恐惧。刚刚从下面市县调任市纪委一把手的陈立雄书记，而宋建业说出这4个字的时机、语气都太过精准，太过致命了。平静的语气代表着他不是在试探，而是陈述一个他早已知晓的事实。背对着的身影代表着一种不屑于当面对质的蔑视。这根本不是一句问候，这是一句审判的预告。钱卫东的脑子疯狂地转动着，他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的？他知道陈立雄是我的人，还是说他知道了当年在沙河县我和陈立雄一起干的那些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件事已经过去快20年了，所有首尾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连当事人都已经……难道是宋建业这几年里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还是说他手里有证据？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钱卫东感觉自己的血液都要冻僵了。他回想起自己创业初期，为了拿下沙河县一个大项目，和当时还是项目负责人的陈立雄联手做的一个局。那个局里有一个关键的牺牲品，一个老实本分替他们背了黑锅的技术员。钱卫东甚至已经记不清那个技术员的脸了，只记得他姓王。等等，姓王？宋建业的徒弟王小军也姓王？不，这不可能。对，宋建业进厂的时候，那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不可能知道，他一定是在诈我。对，他肯定是因为被开除，心里不服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和陈书记认识的传闻，想用这种方式来吓唬我，想多讹点钱，一定是这样。钱卫东拼命地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但那惨白的脸色和抖个不停的双手却出卖了他内心的极度恐慌。他看着宋建业那个已经消失在门口的平凡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养的不是一条忠心耿耿的老狗，而是一条隐忍了20年，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孤狼。宋建业走出宏发机械厂的大门，回头看了一眼那块已经有些斑驳的招牌，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带走了压在心头20年的沉重。他没有回家，而是走进了路边一个电话亭，用口袋里仅有的几枚硬币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喂，你好，青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严肃的男声传来。宋建业握着听筒的手微微收紧。你好，我想反映一些情况。另一边，钱卫东在他的豪华办公室里，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地来回踱步。地上的碎瓷片和茶水还没来得及清理，他拿起手机，找到了宋建业的号码，拨了过去。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冰冷的机械女声传来，让钱卫东的心又沉了一分。关机了，他关机了。这个举动在钱卫东看来就是畏罪潜逃，不是胸有成竹的信号。他越想越怕，冷汗浸湿了昂贵的衬衫。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翻出通讯录里一个他轻易不敢拨打的号码，犹豫再三，还是按了下去。电话接通了，传来的是一个年轻而警惕的声音：哪位？小李吗？我是宏发机械的钱卫东啊，有点急事，想跟陈书记汇报一下工作。钱卫东的语气谦卑到了极点。书记正在开会。对方的回答言简意赅，不带一丝感情。有事可以跟我们办公室预约。不是，小李，事情真的很急，你就跟书记说一声，是关于沙河县的一些老朋友。钱卫东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哀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冷冷地说道：
钱总，我想你打错了。嘟嘟嘟，电话被直接挂断了。钱卫东握着手机，愣在原地，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完了，这是陈立雄给他的信号，他被切割了。陈立雄嗅到了危险，要和他划清界限了。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他像疯了一样冲出办公室，对着外面的行政经理大吼：人事档案，把宋建业的人事档案给我拿过来，快！他要看看宋建业的档案里到底有什么，他的家庭住址，他的亲戚关系，他的一切。他必须要把这个该死的隐藏的威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当天下午，青阳市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里，两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嘴里叼着烟，在宋建业家那栋楼下晃悠。他们是钱卫东花钱找来的混混，任务是找到宋建业，不用动手，但要请他去跟钱总喝杯茶。是这儿吗，哥？一个瘦子问旁边的黄毛。妈的，地址是这儿，可谁知道住几零几？黄毛不耐烦地吐了口唾沫，上去问问。两人上了楼，挨家挨户地看门牌。正好对门的张大妈买菜回来，看到这两个不像好人的家伙在邻居家门口探头探脑，立刻警惕起来。哎，你们找谁啊？黄毛斜了他一眼。找人，姓宋的，叫宋建业。找他干什么？张大妈把菜篮子护在身前。老头子欠我们老板钱，我们来要账。黄毛随口胡诌道，想吓唬吓唬人，胡说八道。张大妈的嗓门一下子高了8度。老宋家本分老实一辈子，怎么可能欠你们钱？你们是干什么的？再不走我报警了！张大妈这一嗓子，把楼道里好几户人家的门都喊开了。两个混混一看情况不妙，被人围观了，顿时有些心虚。操，多管闲事的老太婆！黄毛骂骂咧咧的，和瘦子对视一眼，灰溜溜的跑下了楼。他们没注意到，楼上一个窗户后面，小区治安联防队的退休刘大爷已经默默地拿起了电话。喂，110吗？我们和平小区来了2个可疑人员，像是来寻衅滋事的。对，找一个叫宋建业的住户。钱卫东的恐慌让他走了一步最愚蠢的臭棋。他以为花钱能解决问题，却不知道这种黑社会式的骚扰，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最容易引起注意的行为。他亲手把一个火把递到了本就在暗中观察他的人手里。青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份关于宏发机械厂安全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正放在支队长周海的办公桌上。报告显示，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和人员处理都快得有些异常，尤其是在巨额赔偿的背景下，仅仅开除一个技术总工就平息了事端，这不符合商业纠纷的常规逻辑。这个宋建业，我们的人侧面了解过，技术非常过硬，而且在厂里干了20年，口碑很好。因为一次操作失误被开除，有点说不通。一个年轻的警员分析道。周海点了点头，手指在桌上敲了敲。那个老板钱卫东有什么背景？查了，他本人没什么案底，但生意做得很大，关系网很复杂。最近有传闻说他在澳门欠了赌债，资金链很紧张。赌债？周海的眼神锐利起来，这就让骗保或者恶意造成事故以申请破产的动机变得合理了。正在这时，桌上的内部电话响了，是派出所那边转过来的情况通报。什么？和平小区有人上门骚扰一个叫宋建业的人。周海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个名字太巧了，对方自称是来要账的。周海听着电话里的汇报，
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马上把那2个混混控制住。另外，立刻申请对钱卫东进行24小时监控。一个原本只是存在于合理怀疑阶段的经济案件，因为钱卫东的愚蠢举动，瞬间升级了。一个老板在用开除功勋老臣的方式来处理完重大事故后，又立刻派人上门进行骚扰，这背后要是没鬼，谁信？调查方向立刻调整，专案组不再仅仅围绕安全事故本身，而是开始深挖钱卫东的个人背景、资金往来，以及他与宋建业之间的所有联系。很快，一条新的线索浮出水面，查到了，钱卫东是沙河县出来的。他发家的第一个项目就和当时沙河县的一位领导有关，而那位领导就是市纪委的陈立雄书记。周海的眼睛里闪过一道金光，他终于明白，这盘棋远比他想象的要大。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市纪委的内部专线，一张针对钱卫东乃至他背后那张大网的抓捕令正在悄然织就。第二天一早，钱卫东一夜没睡，眼睛通红。他派出去的2个混混像石沉大海一样没了消息，这让他更加坐立不安。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宋建业家，他觉得不能再等了，不管是要钱还是要别的，他都认了，只要能让宋建业闭嘴。他刚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办公室的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进来的不是他的秘书，而是几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男人。为首的正是经侦支队长周海。钱卫东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他认识周海，在几次企业家座谈会上见过。周支队，您怎么来了？稀客啊，快请坐。钱卫东强行挤出笑容，想上去握手。周海没有伸手，只是亮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证件。钱卫东先生，我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你涉嫌在七12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存在伪造证据、恶意驱逐以及指使他人进行寻衅滋事等多项违法行为，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周海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砸在钱卫东的神经上。伪造证据、寻衅滋事，他知道是那2个蠢货混混出事了。他的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幸好及时扶住了办公桌。不是的，周支队，这里面有误会，我就是跟老员工有点经济纠纷。他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有什么话留着跟预审的同志说吧。周海挥了挥手，带走。2个警员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钱卫东的胳膊。钱卫东彻底崩溃了，他所有的伪装和侥幸，在冰冷的手铐面前都化为了泡影。他被架着路过办公区，所有员工都站了起来，惊恐地看着这一幕。那些曾经畏惧他、奉承他的人，此刻眼神里只剩下震惊和漠然。红发机械厂的天塌了，审讯室里灯光惨白，钱卫东的心理防线比调查组预想的还要脆弱。当周海将一份关于沙河县陈年旧案的卷宗不经意地放在他面前时，他彻底崩溃了。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交代了所有的事情，从3个月前如何威逼利诱宋建业替他背锅，到为了填补自己的赌债不惜牺牲工厂和工人的利益，再到20年前在沙河县他和时任领导的陈立雄如何联手侵吞国有资产，并嫁祸给一个无辜的技术员，导致对方含冤自杀。所有人都没想到，宋建业那句看似没头没脑的陈书记好，竟然真的牵出了一条
隐藏了20年的巨鳄。而宋建业本人在接到协助调查的通知时，表现得异常平静。在另一间询问室里，他面对着警方的询问，坦诚地讲述了一切。我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宋建业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只是不甘心。钱卫东这个人，我跟了他20年，我太了解他了。他自大、多疑，又胆小如鼠。他总是在酒后吹嘘自己和陈书记的关系，吹嘘自己在沙河县怎么空手套白狼。那张旧报纸也是我无意中看到的，我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赌了一把。我赌他心里有鬼，赌我的4个字能让他自己吓死自己。我只是想拿回我的公道，没想到还牵出了20年前的另一桩冤案。宋建业长叹一声，眼神里有释然，也有一丝悲悯。他用一个最弱者的武器，对人性的洞察，完成了一场最漂亮的复仇。他没有动用暴力，没有使用阴谋，他只是将一面镜子举到了钱卫东的面前，让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灵魂里最丑陋、最恐惧的那个鬼影。最终，钱卫东因多项罪名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陈立雄也应声落马。纪委的调查揭开了他背后更为庞大的腐败网络。宏发机械厂由政府介入，进行破产重组。半年后，初秋的阳光温暖地照进宋建业家的客厅，窗明几净，阳台上的几盆绿植焕发着勃勃生机。刘玉梅的手术非常成功，经过几个月的休养，她的气色好了很多，正哼着小曲，在阳台上给花浇水。墙上贴着一张崭新的来自青阳市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宋晓文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他心仪的学校，此刻正兴奋地在房间里收拾着行李，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家里的气氛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明亮。法院在清算钱卫东的非法所得时，将拖欠工人的工资和补偿列为了最优先项。宋建业不仅拿回了自己应得的所有钱，还因为在案件中提供了关键线索，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这笔钱足够支付妻子的所有医疗费和女儿4年的学费。更让他意外的是，重组后的新宏发机械由一位国企背景的厂长接管。这位新厂长三顾茅庐，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宋建业能重新出山，担任工厂的总工程师，负责恢复生产和技术革新。宋工，我们需要你这样有技术、有担当的老师傅来当我们的主心骨啊！新厂长握着他的手，言辞恳切。宋建业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他坐在自家的沙发上，看着厨房里妻子忙碌的背影，听着女儿房间里传来的笑声，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他知道，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乌云已经散去，那些曾经试图将他踩进泥潭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他，一个年近半百的普通工人，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尊严，赢回了公道。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温热，一如窗外此刻的阳光。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